当年我千辛万苦生下女儿，筋疲力尽时，却看见我的闺蜜偷偷调换了我和她的女儿。我没有声张，只是趁着她睡熟，又将孩子换了回来。18年后，一位姑娘满脸泪痕地出现在我面前，声泪俱下：“妈，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。”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一个穿着破烂、面黄肌瘦的小姑娘，哭着喊着跪在我的脚边，周围人纷纷停住脚步吃瓜。我的女儿更是瞬间就红了双眼。半个小时之前，我接到女儿老师的电话，说她在学校霸凌同学。我匆匆赶到，正好撞见这一幕。我皱眉反驳：“你认错人了，还是说说你为什么打我的女儿吧？”女孩猛地抱住我的大腿，答非所问地继续哭喊着：“我就是你女儿啊！你生产的那一天，你朋友朱峰将我和他互换了，我才应该是你们家的千金。我光着脚走了2天2夜才找到这里来的。”说着，她泪如雨下。我这才注意到她不合脚的旧鞋已经被磨破了，露出来的皮肤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水泡。周围的人纷纷拿出手机拍摄这感人肺腑的一幕。她刻意对着镜头露出自己脸，不停地诉说着自己的委屈。我这才知道，这么多年闺蜜不仅一直让她住在猪圈里，还叫她朱一群，经常对她打骂。她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好地方，甚至她的双腿不知道骨折过多少次。闺蜜更是让她小小年纪就辍了学，让她跪到街上要饭。在场的人不由得纷纷落泪，对着闺蜜咬牙切齿的咒骂：“抱错了人家的孩子还这样对人家，真是猪狗不如。还好小姑娘找到自己的亲妈，真应该让这个假千金也受这种苦。”我女儿年年登时就哭了出来，弱弱地问：“妈，她说的是真的吗？”朱一群一副可怜小白花样，从怀里拿出一把长命锁：“妈，这是外公送给我的，对吗？当年我爸确实打造了一把纯金锁送给女儿。”见到我没有否认，朱一群扑到我的怀里，痛哭流涕地喊着：“妈！”就在周围人纷纷被这千里认亲的一幕感动的时候，我不耐烦地推开了朱一群。我嫌弃地捂住鼻子：“我不是你妈，你认错人了。有把锁也不能证明什么。”不仅朱一群愣了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。“妈，你是不是嫌弃我啊？就算她被你养成千金小姐又怎么样？我才是你的女儿啊！你不能因为我不如她就不认我啊！”周围的人也纷纷开始附和，一时间对我的指责声和对女儿的咒骂声不绝于耳。可我知道，当年我已经把女儿换了回来，那把长命锁只不过是我用来迷惑闺蜜的而已。我冷冷道：“做亲子鉴定吧。”说完，我便带着女儿坐上豪车扬长而去。等待亲子鉴定结果出来的几天之内，真千金千里寻亲，亲妈不认的话题冲上了各大新闻的头版头条。互联网上全都是对我的讨伐之声。蛇蝎心肠的贱人，连自己的亲女儿都不认，这样的人还能开公司，真是没有天理。朋友们全网曝光他，让毒妇也尝尝亲女儿受过的苦。公司门口被人泼上了一盆又一盆粪水，大别墅的门口也被人写下许多侮辱性话语。女儿更是被贵族学校勒令休学，她整天将自己锁在房间里，以泪洗面。而老公和婆婆就仿佛已经确认了这件事一般，对女儿不闻不问，甚至还在饭桌上提醒她，偷了别人的东西就是要还回去的，人得有点羞耻心，不能连脸都不要了。女儿委屈的大哭不已，而在结果出来之前，我也只能忍着，
第二天，老公和婆婆开车去取鉴定结果的时候，别墅大门被人敲响了。闺蜜拎着大包小包的补品，脸上的着急比我这个亲妈都多。她扑在我女儿的身前，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。自从我和她在同一天生下女儿之后，她就消失无踪了。现在看来是怕被我发现她偷偷调换了女儿吧。只见她擦了擦自己脸上的泪水，不耐烦地冲着门外吼了一句：“扫把星等什么呢？一身的晦气，拿着个破东西就觉得是千金大小姐了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一身的贱种味，还不快点给年年磕头道歉！年年因为你掉了一滴眼泪，我都真想一脚踢死你！”站在不远处的朱一群面如土色，浑身颤抖着。看样子他是真的很害怕这个亲妈，见到他女儿面上都是畏惧神色。闺蜜气不打一处来，两步走过去，揪住她女儿的耳朵，恶狠狠地将她薅了过来，随后一脚踢在她的膝盖上，强迫她跪下给我的女儿道歉。她的女儿疼得哇哇大哭，可是闺蜜还不肯停下，一巴掌将她的女儿脸都扇歪了。小贱种，哭什么哭？再哭我给你眼睛挖出来！年年被你害得天天在家里待着，说不定都瘦了。你哭什么？也不知道随了谁，天生的下贱东西！说着，他恶狠狠地扯着自己女儿的耳朵，直到将她扯得裂开。最后还是女儿看不下去，轻声劝：“别这样了，她也不是故意的。况且现在结果还没出来。”闺蜜看向女儿的表情温柔又宠溺，喜爱之情溢于言表。好年年真乖，没事的。你这个姐姐就是个贱货，不打她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。年年紧张地握紧了我的手指，整个人都要缩到我的怀里。闺蜜见了，眼神里都快要冒出火来，于是又将所有气都撒到了自己的女儿身上。她不断地拧着自己女儿胳膊上的肉，疼得小姑娘泪水如同决了堤的洪水一般，可是却没有哭出声，反而颤颤巍巍地说：“妈妈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”看闺蜜的表情，她对这种道歉已经习以为常。我看着她的女儿始终跪在冰凉的地板上，劝道：“让孩子起来吧，着凉了怎么办？况且鉴定的结果还没有出来，你这么对孩子也不好。鉴定什么鉴定？我自己的女儿，我能不认识吗？这件蹄子就是我亲生的，不用鉴定了。”闺蜜满不在乎地瞪了我一眼，再说一个贱种着凉了能怎么办？抗不过去就死，反正一个贱皮子，要不他跑到这里来诉苦，年年能被他连累吗？倒是年年真委屈了你了，但是你放心，我一定打死这个贱种，给你出气。他看着女儿有些消瘦的小脸，心疼的都快要哭出来，转过头对着我愤怒的指责：“这么有钱也不说给孩子吃点好的，宝贝儿，你在这个家是享福的，不是来受苦的。”年年摇了摇头，礼貌的回应：“我没有受苦，我过得很好。”闺蜜心疼地揉了揉她的小脸：“宝贝儿真乖，这都是我给你买的，让家里的保姆给你做啊。”她这话刚落，她女儿的肚子就咕咕地叫了起来。她女儿怯生生地看着闺蜜手里的东西，弱弱地出声：“妈，我已经3天没吃饭了。”我这才注意到，她女儿已经瘦得皮包骨了，细细的胳膊仿佛轻轻一碰就折了。鉴定的这段时间，我派人去查过闺蜜一家，她女儿从小到大吃的都是馊饭，经常肚子疼得在地上打滚，可是她也不管。闺蜜毫不犹豫地一巴掌扇过去，说：“你是贱种，你还真是贱种，这些东西哪个你配吃？”紧接着，她又恶狠狠地踹了自己女儿好几脚，一时间叫骂声、哭喊声不绝于耳。周围的邻居纷纷出来观看，
但都被闺蜜掐着腰骂了回去。就在这时，老公和婆婆回来了，豪车驶进别墅的院子，闺蜜看的眼神都直了。从前我们上学的时候，她就羡慕我谈了一个有钱的男朋友，经要求我也给她介绍一个富二代。可是她眼比天高，又什么都不懂。直到我结婚的时候，她才着急的找了一个男人的嫁了。现在看来，她怕是那个时候就打算着这件事情了。见老公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下车，闺蜜连忙跑过去，一把抢过文件袋。她扬眉怒斥：亏得你们还是什么有钱人，连这种谎话都信，有我证明还不够吗？这个小贱种就是我生的，年年这么乖巧听话，你们竟然不想认他了？你们还是人吗？天底下哪有哪个母亲对自己的女儿这样恶语相向的？老公顿时更加怀疑她了，冷着脸冲她伸出手：把东西还给我，只要看一眼就真相大白了。你为什么拦着不让？我冷哼一声，也在一旁帮腔：是啊，况且我们的那把锁确实在你女儿那里啊，难道你确实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吗？闺蜜的脸色顿时就白了，她眼珠不断地转着，最后猛地扇了她自己女儿一巴掌：贱货，看你惹出来的祸事，从你出生那天我就应该掐死你，留着你也是祸害别人。又像是不解气一样，一脚将她女儿踹倒，她女儿的额头磕在地上，顿时血流不止。闺蜜转过身就将鉴定报告撕了个粉碎。那把锁是我偷的，我就是嫉妒你，想要钱，所以偷了锁。这小贱人不要脸，自己编了一个谎话来骗你们的。她又心疼地握住我女儿的手，千万不要相信这个贱货的话，好吗？或许是见自己的妈妈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都可以这样温柔，而对自己从来就只有打骂和羞辱。她的女儿终于想起来反抗，她抹了一把脸上的鲜血，哭着喊着质问闺蜜：既然我是你亲生的，为什么你对我一点也不好？她是什么东西？你这么喜欢她？闺蜜冷眼看着她女儿满脸的鲜血，冷哼一声嘲讽：人家是千金小姐，你是什么东西？天生下贱的玩意！说着，他还恶狠狠地啐了一口在他女儿的脸上。他女儿满眼的绝望：我恨你，我要死在你面前！闺蜜不耐烦冲着他吼了一声：死就死，快点死！他女儿转过身，猛地朝着别墅里跑去。下一秒，他女儿浑身是血的尸体就狠狠地砸在了冰凉的石板上。可是闺蜜丝毫没有被这惨烈的景象触动，反而拉着黏黏的手躲远了一些。乖宝贝，别让脏血溅到你！死贱人，在这死什么？吓到黏黏，我把你的坟都挖开！我冷眼看着地上的一大滩鲜血缓缓地凝固，闺蜜女儿的身体逐渐僵硬，随后冷笑一声，从包里拿出来一份亲子鉴定报告，掷地有声地说：不好意思，你或许认错了，这个跳楼自杀的才是你的女儿。闺蜜嫌弃地看了一眼地上血泊之中躺着的人，连忙心疼地捂住女儿的眼睛，轻声细语地哄着女儿：宝贝儿别怕，就是一个早就该死的贱皮子而已，我帮你打他2下就好了，吓着你我直接把他鞭尸。说着，他还不忘了使劲地踢了自己女儿的尸体2脚，脸上满是凶狠的表情，仿佛这个死的人跟他一点关系没有。看着他狰狞的表情，我想起来他确实是这样的人。当年我和他上大学的时候，他只是因为奖学金没有评上，就在宿舍群、班级群里恶狠狠地咒骂那个女生，甚至还恶意 P 图，说人家被老男人包养，是校园里最有名的婊子，只要有钱就可以。女孩的男朋友找到她，想要她还女孩一个清白，可她非但没有，
甚至还骂那个男生是绿帽奴，最后害得那个女生跳楼自杀，而他自己也被学校开除。我曾经劝过他不要做这种缺德事，早晚会遭报应的，可是他却说我嫉妒他敢爱敢恨。我本想着再也不跟他来往，也省得自己沾上这种事情。可是那天闺蜜大着肚子来找我的时候，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，她头发被打湿，满脸的泪水，哭着给我跪下。除了你之外，我真的不知道还能相信谁。我求求你收留我好吗？就当是做个善事。你嫁了一个那么有钱的老公，肯定不缺这点钱的，你知道的。我从小就没有爹妈管，我自己走上了歧途，这也不是我想的啊。我看着他泪流满面的样子，一时心软，就把他接到了家里。可他也确实如他自己所说的，不会有什么出格的举动，更不会对我有什么不利。他在我的家里只住在最小的卧室，平时竟然争着抢着做保姆的活。我以为他确实变了，不像从前那样肆意妄为。可是就在我们同时生产的那天，我老公去了外地出差，并不在家，是家中的保姆带着我俩去的医院。我费了10几个小时，冒着大出血的危险生下了我的女儿。听到女儿的第一声啼哭之后，我就沉沉地睡了过去。后来迷迷糊糊之间，我感觉到有人推开了我的房门，或许是母亲的本能让我感觉到危险。我拼尽全力睁开了双眼，这才看清鬼鬼祟祟的身影就是闺蜜。或许是她做贼心虚，又或者是她太过自信，竟然没有发现我已经看见了她。我就眼看着她抱走了我襁褓里的女儿，甚至连那一把锁都没有放过。听着她的脚步声渐渐远去，我强撑身体坐了起来，一步一步地挪腾下床。等到她熟睡，我才唤回了自己的女儿。后来我怕她发现这件事，又对我做什么不利的事情，我就将那把长命锁留了下来，让她误以为自己已经计划成功。回到家之后，我也并没有声张这件事，可是看着闺蜜对我的女儿又亲又抱，对着自己的女儿则凌若冰霜，甚至连奶都不愿意给她喝，我更加的确定了，她就是想要狸猫换太子，而她留着那把长命锁，只不过在等一个相认的契机。每一次看着她用一种近乎贪婪的目光盯着女儿的时候，我都感觉到一阵恶寒。直到她出了月子，我再也不能忍受她留在女儿身边，于是我请婆婆出面将她赶走了。我原本以为她会非常的不愿意，可没想到她竟然利索地收拾好东西就离开了。现在看来，她怕是被我发现什么端倪，从而阻挡了她女儿成为千金大小姐的路吧。我想过会有这么一天，但是我没想到这一天会这样戏剧性的展开。我冷冷地看着闺蜜，然后把鉴定报告扔给她。我觉得你还是看了报告再说话吧，你的心肠是不是太狠毒了，竟然能够做出这种事情来？闺蜜会错了我的意，她毫不犹豫地冲着我大声嚷嚷，这个小贱人到底给你吃了什么迷魂药了？你非要把她认回去，你要认回去也行，这个尸体就给你了，反正我留着也是祸害，我害怕她携带什么病毒呢。周围的邻居看着闺蜜撒泼打滚的样子，纷纷无语地指责她，有你这么当妈的吗？自己的女儿死了，现在还这样说她，人家认不认的？你养了这么多年，就没有一点的感情吗？有你这样的吗？真是这姑娘的不幸，你这样的就应该抓起来。闺蜜掐着腰，狠狠地朝着他们啐了一口，仿佛一个泼妇一般，关你们屁事，到这里管起来老娘了。怎么你报警抓我吧，你喜欢这个贱蹄子你就带回去，我1分钱都不跟你要。
邻居受不了他这副泼妇的样子，被他对得面红耳赤，只能留下一句什么东西就关上了自己家的大门。闺蜜见状，像是一只斗胜了的公鸡一样，昂着自己的头，得意洋洋地冲着我：现在你还有什么说的？这小贱人的尸体我留着也是晦气，你找人把他处理了吧。我无语至极，这样愚蠢又势利的人，我当初到底为什么会跟他成为朋友？我看了一眼那个可怜的小姑娘，极力让自己冷静下来。朱峰，你确定不看看这个报告再说话吗？我已经说了，这个死的就是你女儿，当年我已经把孩子换回来了，你为什么不相信呢？说完，我对着女儿使了眼色，让她把报告交给闺蜜。女儿看着我咽了下口水，脸上神色难看。我握了握她冰凉的双手，这几天来对她来说也是巨大的打击。毕竟谁能接受一直以来的父母并不是自己的爹妈呢？没关系的，你可以看看。女儿沉默了半晌，随后用力地点了点头。她颤抖着手慢慢地解开文件袋，每一步都仿佛重若千斤。当她一目十行地看完结果的时候，始终提着的气终于放下来了。我看着她长出了一口气，随后哭着扑到我的怀里，哭得浑身颤抖。旁边的老公和婆婆都看傻了眼，今天的这一系列事件已经让他们完全的懵了，根本来不及反应女儿的动作是什么意思。倒是闺蜜看见女儿跟我亲密抱在一起，瞬间就红了双眼。她嫉妒的一把将女儿拉开，恶狠狠地咬牙切齿地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：你给他看了什么啊？让他这样！女儿猛地甩开他，不耐烦地冲着他吼：你凭什么这么跟我妈说话？你对自己的女儿都这样无情，在这里装什么？闺蜜被这一句话砸得愣住了，她哆嗦着问：什么女儿？你在说什么？宝贝儿，你不要骗我啊！女儿把报告摔在她的脸上：你自己看看吧，我真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。闺蜜这才接过来报告，她一目十行地看下去，很快她脸上的血色就完全的褪去了，她嘴唇颤抖了半天也没说出来一句话。女儿冷哼一声，红着双眼：要不是我妈把我换了回来，今天死的就是我了。我妈妈对你那么好，为什么你要做出这种事情对她啊？她的女儿到底怎么挡着你女儿的路了？女儿说完这句话就哭着跑开了。我连忙冲着保姆使了个眼色，对方放下手里的东西就追了出去。老公这才完全的明白了事情的真相，他三步并作两步的跑过来，语气都有些崩溃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他会死在我们家啊？我现在就报警，让警察来抓他。我按住老公的手，眼神示意他不要着急，这一出好戏才刚刚开始。他自以为正在享受千金生活的大小姐女儿，实际上被他虐待致死。我不知道他反应过来这个真相之后会如何做，可是这一切都是他自找的。要不是当年被我发现了这件事，现在死的就是我的女儿，这让我怎么能不恨他？我攥紧了拳头，扭头瞥了一眼目光呆滞的闺蜜，可是心中却没有报复的快感。毕竟这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，她不应该为自己母亲的错误买单。当我派人到闺蜜的家里去调查这件事的时候，我听着私家侦探给我讲述闺蜜是如何虐待自己的女儿之时，我心里只有浓浓的仇恨。我面无表情地走到闺蜜女儿的身前，俯身给她合上了双眼，随后看向呆傻住的闺蜜：我现在才知道你女儿，或者说你以为的是我的女儿，她为什么瘦骨嶙峋？为什么会不远千里也要来找我？她其实不是想认我，她只是想逃离你。你都让她做了什么啊？
她这身上有一处好地方吗？我死死地盯着她，一句又一句诛心的话砸在她的身上，将长久以来心底里的怨恨全都倾泻而出。3岁那年，你把她倒吊着挂在井里，让她差一点脑出血而死。5岁那年，你拿着棍子将她的手臂打折，随后又在她的手掌心用铁钉狠狠地穿过，只因为她拿了你一块饼干。哦对，还有她10岁那年，她被人侵犯，回家告诉你，可你却骂她骚浪贱，是她故意勾引别人。那么小的孩子被你吓得一声不吭，泪流满面地躲在村口的旱厕里。这些你都忘了吗？这可是你的女儿啊！朱峰，我没想到你竟然这么恨我，你连自己的女儿都可以这样折磨，你简直……我的话还没说完，闺蜜已经跑了过来，一把推开我，随后跪在她女儿的面前。她满脸的不敢相信，这么多年，她一直欺负虐待的竟然是自己的女儿。她想要给女儿过上的千金生活，根本就没有实现，反而自己逼死了女儿。闺蜜还没有开口说话，泪水已经流了满脸。老公听了我的话，当时气愤不已，她指着闺蜜，毫不客气地说：“你以为这是我的女儿，就可以狠狠地欺负她了吗？我老婆到底哪里对不起你？你要这样害她，现在害死了自己的女儿，你一点都不知道悔改吗？”闺蜜却像是完全听不到老公的话一样，她颤抖着手想要去触碰她的女儿，可是碰到的只是已经凝固了的鲜血。终于她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，哭得撕心裂肺，哭得肝肠寸断。可我看着她痛苦流泪的脸，只觉得恶心。我拉开闺蜜的手，给警察打去了电话。朱峰，但凡你还有一点良心，就别在这哭了。但凡你心里有一点你女儿的位置，也不会任由她从高处跳下去，你也不会对她始终不闻不问。你知道吗？你女儿活着的时候，给你写过一封信，恰好今天被我找到了，你要不要看看？听到这话，闺蜜的双眼登时放射出光芒，她饿狼一般扑过来，想要抢我手里的信。你给我，那是我女儿留给我的。已经熟知信上内容的我，忍不住冷笑，留给你的，那倒是也没错。不过我还是不太相信你这种人看了之后会有什么反应的。说完这句话，我松开手，那封信就落在了血泊之中，黑色的字迹一点一点被鲜血染开，那上边只是轻飘飘地写了一句：无论你是不是我的妈妈，我都恨你。闺蜜被我骂得无地自容，她趴在地上，丝毫没有顾及那些鲜血已经染红了她的衣服。她死死地抱住自己僵硬了的女儿，痛苦地捶打着自己的脑袋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那十分无力的对不起。这或许是第一次闺蜜会向自己的女儿认错，可谁还在乎呢？迟来的道歉跟没有又有什么分别？带着恨意走的孩子再也不会听见了。朱峰，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这一切都是你自己亲手造成的，早知现在，又何必当初呢？无论什么事情，你都要等到失去了才知道后悔吗？我一句一句话几乎刺激的闺蜜疯了一般的嘶吼着，她从地上爬起来，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，将自己的女儿一把抱起来，随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我的家。由于女儿被这场变故吓到，再也不敢回到自己的卧室睡觉，我们只好搬离了那个家。闺蜜自从那天走了之后，就变得疯疯癫癫的，在街上抓到一个人就要问：你见过我的女儿吗？可是根本没有人理会她。由于她精神失常，她丢掉了自己身上所有的东西，没有人能够把她送回家，大家都对她避之不及。她平日只能靠着捡垃圾为生，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都是她自己选的，
我给女儿找了一个有名的心理咨询师，让她能够抚平心理的创伤。而最后一次见到闺蜜，是在心理咨询室的地下车库。起初我并没有注意到角落里衣衫褴褛、佝偻着身子的闺蜜，她的长发凌乱地披散在脸上，整个人不住地颤抖着。可是当我打开车门的时候，她突然疯了一般冲过来，我这才看清她的脸。她的脸上布满了皱纹，额前的头发已经全都白了，双眼浑浊不堪，简直像是一个垂垂老矣的老太太，嘴里还不断地嘟囔着：有人要害我的女儿，我的女儿是千金大小姐，我要把他们全都杀了。这个小贱皮子凭什么命这么好？我不甘心，小贱皮子，下地狱吧！小贱皮子！听着她的疯话，我皱起了眉头。闺蜜扯着自己身上的衣服，见到我，双眼登时就亮了起来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女儿呢？你把我女儿怎么样了？你这个贱人，你竟然虐待我女儿，你不得好死！这话倒是听起来像是在说她自己。我冷笑：朱峰，你怎么到现在还不知道悔改？你装疯卖傻又有什么用处？你女儿就能活过来了吗？你还是早一点面对现实吧。说完我就想驱车离开，不再理会这个疯子。没想到他竟然挡在了我的车前，双眼血红，面目狰狞地冲着我大喊：不是这样的，就是你害的，我要你给我女儿偿命！我心中咯噔一下，他的表情似乎有些癫狂。我握住口袋里的手机：朱峰，你想干什么？这里到处都是摄像头。闺蜜却像是被这句话刺激到了，她毫不犹豫地拎起来一旁的灭火器，声音癫狂无比：我女儿本应该过上千金大小姐的生活的，你生下来的那个贱种才应该去死！凭什么她可以比我女儿过得好？我要你们都去死，都给我女儿偿命！看着她眼神中闪烁着的诡异的光芒，我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，咚的一声撞到了车身上，瞬间我无路可退。闺蜜双眼充血，几乎像是疯了一样的喃喃自语：你不承认也没关系，我会送你去给她道歉的。我心中骇然无比，一边拨通了老公的电话，一边尽量安抚闺蜜：朱峰，你现在做什么都无济于事了，你最应该做的事情是把你女儿带回去，让她入土为安，后半生为你做过的错事赎罪，而不是把所有的错都推到别人的身上。我双手握住车门把手，想要打开车门，可是闺蜜已经拎着灭火器冲了过来，下一秒，她高高地举起了灭火器，迎面就砸了过来。一阵剧痛过后，我倒在了地上。朦胧之间，我听见她趴在我的耳边自言自语：你知道吗？这一切都是因为你，你才是那个罪魁祸首。现在好了，你可以去给我女儿偿命了。我心中一惊，可是连一句话都不能说出来，直接晕了过去。在睁眼开的时候，我已经躺在了别墅的楼顶，头上传来撕心裂肺的疼痛，让我忍不住哀嚎出声。听到声音的闺蜜扭过头来，她嗤笑了一声，迎面朝着我走了过来。想不到你也会有今天吧？你现在生死都掌握在我的手里，这感觉真是不错。我看着她狰狞的面容，冷冷道：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就算杀了我又能怎样？你女儿能活过来吗？这一切又不是我的错。可是她就像是没听见我的话一样。闺蜜手中拿着一把水果刀，脸上尽是疯狂的笑容。你知道吗？我曾经想过用这把刀把你女儿的皮肉都割下来，我就想知道，凭什么你们的命都这么好，你可以过上挥金如土的富太太生活，我却被学校开除，沦为所有人的笑柄。你女儿出生就有一把金锁，而我的女儿连爹在哪里都找不到，这不公平。
冰冷的水果刀贴在我的脸上，我心中惊恐万分。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？什么都不会改变的。你为什么要把所有的错事都推到我的身上呢？当初难道不是我收留？我话还没说完就被他厉声打断。他猛地扇了我一巴掌，眼中涌动着疯狂的恨意。他咬牙切齿地从嘴里挤出一句话：什么收留？你就是为了炫耀，那都是施舍。炫耀你有个有钱的老公，炫耀你家庭幸福，你就是想要我嫉妒你。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样的贱人？你生下来的东西也是贱种，他就应该为你做的错事赎罪。听着他颠倒黑白的话，我忍不住想笑，到底是什么样阴暗的人会将这一切都解释为炫耀？上学的时候，他跟有钱的富二代厮混，怀了人家的孩子，可是对方转头就把他抛弃了，是我给他出的手术费，也是我一直在医院照顾他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我始终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我有那么大的恨意。现在一切都能解释清楚了，他将我所有的善意都解释成了炫耀，所以他恨我。我看着闺蜜的眼睛，认真地问她：所以你是真的疯了吗？她冷笑一声，将手中的刀尖对准我的喉咙。无论我是不是疯了，你都要去死了。你死了，就没有人跟我争了，什么都是我的了。紧接着，他就握紧匕首向我刺了过来。可是还没等刀尖触碰到我的喉咙，他的嘴里已经冒出来了鲜血，双眼死死地睁着，直直地向后倒去。击毙了闺蜜的警察连忙跑了过来。你没事吧？我摇了摇头，看着他们将闺蜜的尸体抬走。这一刻我说不清心底里是什么滋味。我应该是恨她的，可是又觉得她十分的可怜和可悲。老公跑过来的时候，紧张的不停地在我身上乱摸。有没有受伤？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我没说话。回到家里之后，女儿吓得一头扎进我的怀里，摸着她温热的身体，我这才后知后觉自己刚刚经历了什么。我揉着她的头发，轻轻地安慰她：妈妈没事的，你别怕啊。而老公怕我吓到，一直强迫我上心理辅导的课。为了让他安心，我还是老老实实的接受心理辅导。不过这也让我彻底的解开了心结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